那我们有今天所有的工具都讲完了，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到底要在哪里看这些数字？因为搜寻的数字其实散落在各个地方，有 Google Search Console，有 GSC，那也有 GA4 等等。但是你要看 AI 的各式各样的数据跟资料，你还要另外去采购，那还会又是一大笔费用。所以9APP 这边我们开发一个一站式的全域搜寻洞察，你只需要进来这个全域搜寻洞察的报表上面，你就可以看到GA4 的完整数据、来访客、新客等等。那也可以看到 GSC 上面的曝光跟点击，那也看到 AI 的引用率、提及率跟曝光率等等。好，那不只是做到这样，当今天有了数据之外，其实9APP 最重要知道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看完了数据，然后呢，我到底需要做哪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在下半年我们会推出一个，在这个全域搜寻洞察上面推出一个功能叫做 AI Insight，就是它可以提示你，某一个页面的关键字突然点击率跟曝光率提高了，那我们可以多做哪一些事情？好，你可以在首页增加一些弹窗，或是可以在产品页上面多布局一些内容，那亦或是增加一些标签，那亦或是广告上面的投广量可能可以增加等等。好，那我们不只是希望只做到全域搜寻的洞察，我们在下半年也同时会增加 Google 我的商家的一些来访客啊，或者是来访频率等等。那未来在整个全域搜寻的洞察上面，我们会把站外的声量，比如说社群平台上面 Threads 或 Instagram 的声量也加入这张报表里面，所以它就不只是一个针对你的品牌的网站的一个全域搜寻的洞察，而是从借由站内进站的流量到站外的声量，我们都可以整合在一张报表上面来帮助你提供你更多行销执行上面的具体指引。好，那我们接下来讲几个成功案例啊，就是举例来说，像搜寻配方奶可以放多久，我们有帮品牌操作到 AI Overview 里面，搜寻老人吃不下饭啊，或者是免疫力下降要怎么补充等等等长尾问题，都可以让 AI 来被收录跟引用。好，那我们来讲几个比较显著的成功案例。我们有一个客户，他是一个非常大型的综合的电商的平台。那他过去他一直有个痛点，搜寻消费者搜寻红茶的时候，他其实找不到真正的商品主体是什么，或者是它是混杂在一堆非主体商品的里面。举例来说，他可能搜寻红茶，找到是红茶口味的饼干、红茶香氛的修护露、红茶口味的漱口水等等。他就是，但消费者搜寻红茶，他其实真正要找的就是真的那个可以喝的红茶。所以我们就有 AI 来告诉他说，这个产品是真的红茶，它应该要优先出现在最前面。所以我们可以让属于红茶的主体，比如说茶叶、茶包、茶饮等等，优先呈现在站内搜寻的最前面，来符合消费者的搜寻的真实的需求。好，那使用了这一套 AI 摄取之后，它整个站内搜寻的精准度跟转换率就有非常明显的提升，能够让消费者找到他想要找的商品。那甚至是整个 AI 摄取之中，我们还有一些功能叫做，比如说它可以做置顶。当今天他消费者他搜寻一瓶红茶的时候，他希望让他想要推的红茶的品牌优先出现在最前面。这个在 AI 设计之中也是可以做到，或者是同一个品牌或者是某一个集团的商品要做权重上面的加权，这个我们都可以在 AI 设计上面来做机制的布局。好，然后第二个成功案例啊，就是晨云保全，它过去是一个比较偏向地方的太阳型平台。那因为过去它的品牌声量比较小，然后它的内容比较零散，所以它在 AI 搜寻或者在 Google 自然搜寻上面，其实不一定搜寻太阳饼推荐是不一定找得到它的。那经过9APP 大概2年左右的操作啊，它不止自然流量大概有4倍的提升，那在 AI 的提及率大概有10倍以上的提升。所以现在搜寻台湾太阳饼推荐、品牌推荐，它其实会直接在 ChatGPT 上直接被列到所谓的第一梯队里面，而且会给予我们希望 AI 引用的一些文案跟资料，比如说它的口感比较细致，而且它甜度不会太好，它送礼质感特别好，都是可以借由 AI 搜寻上面 AI SEO 上面的操作，来让 AI 知道，原来我想要告诉他这些内容，而让他去提及这些我们想要让他提及的内容。好，然后第3个成功案例就是大选，它过去我们帮他重组了这些网站，重新调整了这些结构，大概花了6个月左右的时间。那过去它可能是重复页面比较多，爬虫比较难辨识它的网站结构是什么。那现在它的大概自然流量有80%的提升，操作完6个月之后，而且它的 AI 曝光率大概有12倍左右的提升。好，这些都是一些我们操作的案例。好，所以整体来说啊，9APP 是希望从最基础的建设开始，一步一步的帮每一个品牌或者是我们的伙伴，能够从最基础的开始，既有内容的布局、权威上面的建立，再到所谓的 AI 上面的查询池的布局，或者是结构化的调整等等，能够让我们经营好的品牌，不只是出现在自然流量的曝光上面，而是也让 AI 愿意去提及你、引用你跟推荐你。
那其实综上所述啊，不管是 AI SEO、AI Search 还是 AI Tag， 或者是 AI Graph 跟 AI 产品洗完，任何的这些功能，其实最重要的目标是要做到一件事情，就是希望在你的网站让对你有兴趣的消费者留下数位足迹。好，留下这些数位足迹之后，我们才能借由更多更好的工具，JP 更好的工具来做流量的承接或者是会员的经营。所以基本上我以上讲的都是一些获客上面的策略，品牌能够帮消费者解决这些产品。当他搜寻到你的时候，他进到站内的时候，他能留下这些资料跟资讯，让我们的流量的承接的一些工具或会员经营的一些工具，能够有数据有迹可循的去再接触这些消费者。最好的行销策略就叫做再行销。所以让他新客先进来之后，我们先获取好这些有效的 TA 之后，我再借由好的工具去让他做再行销、再转换，才能帮助不管是你有任何的服务或者是商品要贩售，才能有效的去提高转换率或是业绩。好，我的分享就到这边，谢谢大家。